移民智利路遥遥，签证难关山高高。自从智利签证的影片发布后，很多朋友对这个南美的欧洲国家充满好奇。智利的生活环境很吸引，但是移民并非是说走就走的旅行啊。今天就来分享一些真实的移民智利的经历，让大家有更多了解。Hola，大家好，我是 J， 我是 KK。我们收集了一些移民智利的真实案例，希望能给大家一些参考或启发，包括 DIY 申请签证或者永久居留的过程、当地生活感受等等，内容超级丰富了，所以会分成2集。记得按赞订阅，就不会错过最新的影片哦。首先来聊聊 Ashley 的移民故事。他曾经2次移居智利，而且还在网络上分享了他自己怎么搞定签证、顺利搬家的过程哦。这根本是签证攻略嘛，从他的分享可以学到很多实用的 tips 吧。第一次 Ashley 是参加了一个叫 CIEE 的智利教书计划，这个计划让他可以到智利教18至25岁的学生英文，而且还提供了1年的资源跟健康保险，超级佛心呢。寓教于乐，不错哦。先去体验一下当地的生活，喜欢的话再考虑长久打算。Ashley 真的很有想法。第2次他就更有经验了，直接在智利的语言学校找机会，结果真的让他找到一家公司签约了。这根本是靠实力移民啊！看来在智利生活过，再找工作真的会比较容易耶。对啊，找工作然后面试，有些学校还会要求试教课程，竞争也是相当激烈哦。那么他成功找到工作后，是怎样申请智利的居留权呢？Ashley 是直接 email 联系了智利驻美国纽约领事馆，得知申请签证的必要信息。The first thing is to email your consulate immediately. They will give you the most up-to-date and the most accurate information. 然后领事馆给他一份申请临时居留签证的文件清单，里面包括雇主合约、财力证明、照片、健康保险、医生证明、学历证明、无犯罪记录证明。准备好全部文件后，就可以通过线上递交申请了。哇，这清单也太长了吧，感觉会搞死人呐！如何入手会比较好呢？他说最麻烦的是学历证明跟无犯罪记录证明，因为这2样都需要经过 apostille， 也就是海牙认证。因为认证超花时间，建议大家先从这2样开始准备哦。To start with your apostille documents. 海牙认证都是移民基本款啦，所有文件都要通过认证才能在国外使用，不然人家才不理你了。而且办理时间可能真的会拖很久，没提早准备会真的GG哦。他自己也曾经为这件事研究了1天，最后发现直接联系学校询问是最快的途径。真的假的？每个地方应该会不一样吧？多问问总是没错啦。那无犯罪记录证明呢？他是先去办了 FBI 背景调查报告，然后再找中介办理 apostille。这份文件在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名称，总之就是需要前往当地的警察部门获取。至于财力证明，他是从线上银行下载了银行对账单 PDF 档案就 OK 了。这份文件不需要经过认证，但他也提到他的朋友申请时是需要认证，因此最好是咨询当地的领事馆。那健康保险、医生证明又是怎么回事呢？健康保险是透过保险公司购买旅游医疗保险，保障时间需要涵盖在智利工作生活的时间。而医生证明，他是向他的家庭医生说明需要一份用于申请签证的健康证明，表示身体健康、没有疾病的信件。这2份文件需要海牙认证吗？ Ashley 没有提及到需要认证，应该是不用吧。当准备好所有文件后，把纸质版本的文件通过拍照转换成 PDF 档，就在网络上填表格递交申请，然后就是漫长的等待了。这段时间最难熬吧？后来领事馆审核通过，就会 email 通知领取签证的时间跟费用。他还提醒在支付费用时使用现金方式，可以避免额外的手续费哦。然后 Ashley 就顺利拿到了签证，飞去智利生活啦。
可喜可贺啊！那么在最后 Ashley 还有什么 tips 给大家呢？他说，在申请过程中，耐心很重要，所以一定要做好心理准备，保持好心情，相信最后一定可以成功了。这就是 Ashley 在美国申请智利签证的经历，欢迎大家留言讨论哦，我们都会看，都会回复哦。蛮有参考价值，说明在智利境外申请签证不算太难，甚至可以像 Ashley 那样 DIY。那有没有一些在智利当地申请居留权的经验分享呢？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一对夫妻移民智利的经历，就会谈到这种状况了。他们的移民过程真的是关关难过，关关过啊。既然是这么困难，他们是怎样想要移民智利呢？2019年4月，来自委内瑞拉的 John 和 Gray 抵达智利，当时正值冬天，这种天气对他们来说简直是从热带天堂掉到冰雪世界了。智利位于南半球，所以4月份就是冬天啊。对啊，跟北半球的季节正好颠倒。他们为了逃离当时委内瑞拉的社会问题，于是来到了智利。这个问题导致好几百万人离开，移民到其他国家，到今天都还没有解决啊。是啊，例如我们目前所在地厄瓜多，就在5年间接收了超过40万名委内瑞拉人哦。不过他们的情况跟我们这些从亚洲移民的人不太一样吧？不论移民原因还是政策吧，都会有一些区别。不过这次的申请过程经验分享真的是很有价值哦。也是啦，我们也是为了更加自由自在的生活才选择移民啦。他们的这段经历我很感兴趣，快点分享吧。到了智利的第一件事，当然就是去找工作啊。还好他们运气不错，很快就找到工作。他们本来就会说西班牙语，找工作当然比我们这些老中容易多啦。只能说是个幸运的新开始吧。言下之意就是后面一定有难关咯。根据 John 所说，当时智利有2种签证类型可以选择，分别是受雇签证或者专业人士签证，而他们都是大学毕业生，所以就选择了专业人士签证咯。这些签证都是临时居留吧？有什么差别呢？差别可大了。专业人士签证可以让他们自由更换工作，但受雇签证就必须在同一家公司工作2年。原来如此，这就像签了2年的卖身契跟自由球员的差别。而且在申请永久居留权的时候，专业人士签证只需要交纳12个月的税款，受雇签证却要24个月啊，交税时间相差1倍了。看来他们选了条捷径啊，怎么会那么难呢？在刚开始，公司都是用现金支付他们的薪水，因为他们没有智利的银行账户啊。对哦，估计他们是以难民的身份进入智利，这些特殊情况不会马上有智利的身份证，那就开不了智利的银行，没有银行户头，除了生活上的不便之外，还会缺少了申请签证很重要的文件——银行对账单。所以他们的公司就只好把税金存到一个账户，以表示他们有交税。这样就会变得很复杂啦。在很多拉丁美洲国家，事情一旦不是按照正常程序走的话，后续都会变得很麻烦。这就是第一个难关啊！在移民申请预约后的8个月，他们终于收到了移民局的通知，可以开始办理手续了。然后就肯定要准备一大堆文件啊，护照、入境证明、工作合约，还有税务证明等等等等，还好文件都有，顺利拿到了临时身份证，有效期为1年。这1年说长不长，说短不短，一切皆有可能啊。所以嘛，这让他们感到很焦虑，因为不知道够不够时间让他们申请永久居留。刚才谈到他们申请永久居留的条件之一，就是要缴税12个月吧？是啊，这就是难关之2。他们必须在这1年内达成目标，并且递交永久居留的申请，否则就真的要离开智利了。压力山大啊！万一中途失业或者文件有什么缺失，那就麻烦大了。幸好他们工作还算顺利，生活也算平稳，好不容易熬到了2020年10月，他们符合条件了，终于可以开始申请永久居留了。恭喜他们啊！终于要成功了吗？别太早高兴了，
第3个难关可不是那么容易。John 说，当时申请过程非常繁琐，而且网络上也没有太多资讯可以参考，只能自己研究移民局网站上的要求，然后提交了大量的文件。Nosotros estábamos muy frustrados porque nadie nos decía exactamente lo que teníamos que hacer. 有正确的移民资讯真的很重要，马上按赞订阅这个频道，那就不会错过干货满满的最新影片哦。当时有一个申请要求是护照必须在2013年之后签发，但 John 的护照是在2012年签发，这让他非常担心。有这么巧吗？虽然担心了，但还是放手一搏，提交了申请，然后就是漫长的等待，又是等，真的超难熬啊！在接下来的1年里，移民局网站上的进度只增加了5%，这让他们非常失望。5%，这根本是龟速啊！而且刚才也提到，他们的临时身份证只有1年的有效期，眼看都快要过期了。如果因为有效期届满而离开智利，那可能很难再回来。如果不离开，就会过期居留，可能会影响永久居留权的申请，真是陷入两难困境。幸好没过多久，申请进度就增加到20%，接着进度突然又跳到了60%，但一直又没有收到下一步的通知，例如是付款通知之类的，这让他们非常疑惑。什么情况啊？好難捉我啊！後來，他們在一次去聖地亞哥辦理事務的途中，得知必須在移民局網站上點擊重新列印付款單這個按鈕，才能收到付款通知，這樣才能繼續推進申請。哇，原來還有這一招啊！於是他們照做了，2週後就收到了付款通知，並且立即付款了。終於可以鬆了一口氣了吧？儘管付款了，他們仍然擔心申請會被拒絕，因為他們聽說過有很多人被拒絕的經驗。他們也認識一對夫婦，丈夫獲准了永久居留，而妻子一直被拒絕，導致他們最終不得不離開智利啊。移民過程的問題真的是無法預計，我好想聽聽這個真實故事。那就要留意下一集咯，到時候會談談這個被智利拒絕的移民經歷。John 付過款後怎麼樣呢？之後又等了一段時間，他也是眼看着自己的護照又要過期了。申請遲遲沒通過，焦慮啊！有一天收到了一封 email 通知他已獲准永久居留了。算算日子，在提交永久居留申請的2年後，終於成功了。護照過期了，仍然通過批准，這也是太幸運了吧？然後就直接去戶政事務所辦理新的身份證，10分鐘就完成了辦理手續了。突然要變得那麼有效率，這些政府部門真的是讓人又驚又喜。但是他回頭再去查詢他們的申請進度，即使已經獲得了永久居留權，進度條依然只有67%。El hecho de que llegues a 99% no significa que ya te van a dar la visa。這表示網上的進度並非絕對準確，大家就不要太在意這些數字啦。總結來說 ，John 和 Gray 的經歷顯示，在智利獲得永久居留權是一個漫長而複雜的過程，需要很多耐力還有毅力啊。他們的經歷挺勵志啦。作為委內瑞拉人，移民的難度本來就比較高，而他們最後都能成功，天無絕人之路啊！如果覺得這支影片有幫助，別忘了大力按讚哦。下集會有同樣精彩的移民經歷，我們會經常分享拉丁美洲移民資訊，記得訂閱分享哦。感謝你看到最後，我們下支影片再見，Ciao，拜拜。